这期峰会，泽连斯基占 C 位，拜登给乌送去3份大礼，与此同时还不忘对俄做出重要承诺，意欲何为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，开门见山，咱们先说观点。俄乌冲突呢，还有一场恶战要打，这话呢，并非张口就来，我们要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当中就能够看出一二了。日前呢，突然出现在日本的泽连斯基，让这期集团峰会热闹了许多。当然了，这个热闹体现在2个方面，其一呢是这期峰会泽连斯基占 C 位，多个人多个话题；其二呢是泽连斯基带来的话题较为热闹。事实上呢，泽连斯基此前呢前往日本参加这期峰会，目的呢无他，就是想要再逼一下西方的阵营国家，确保自己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至于是什么东西呢？想必各位呢也是有所耳闻，那就是 F-16战斗机。显然了，用政治正确的光环来诱导西方阵营的妥协，是这位总统的常见套路。不过呢，这一次选择让步的竟然是拜登，这多少呢让人有点意外。当然了，拜登这次呢也并非是主动选择让步，主要是受现实所迫，不得不选择点头。其一呢，自然是自身的发展。美国内部党争激烈，恰逢2024年换届，又恰逢美国国债面临违约风险，不得不低头。其二呢，是美国盟友的施压。在这一期峰会之前呢，泽连斯基前往法国、德国等欧洲国家进行访问，企图呢能够得到战机的支援。而 F-16战斗机呢是美国制造的，倘若要支援乌克兰，必须要美国先点头。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，拜登给乌克兰送去3份大礼，西方呢不少媒体将其视为俄乌冲突当中乌克兰方面的重大突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，到底是哪3份大礼呢？第一，美国将会为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批军事援助，其中呢就包括弹药、大炮、装甲车。前阵子北约援乌弹药库被俄罗斯发现并且捣毁，本着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原则，乌克兰境内发起了多次的爆炸。如今呢，乌克兰的弹药库也即将告急，眼下呢，西方不得不重新对其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援助。第二呢，是美国解除不能向乌克兰提供 F-16战机的禁令。虽然说呢，俄乌冲突是美国一手引爆的，但美国呢已然知晓核武器的威力，所以在对乌军援上也是不断的试探俄罗斯的底线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，拜登现如今呢面临多重的压力，只能解除禁止向乌克兰提供 F-16战机的禁忌，这也就是意味着泽连斯基呢得到 F-16战机并不是梦了。第三呢，是美国帮助乌克兰训练飞行员。战时状态下，飞行员的重要性自然不用多说，一个飞行员逆转局势在战争当中呢是常有的事情。那美国能为乌克兰训练飞行员，这对俄罗斯来说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。不过，拜登给乌送去3份大礼的同时呢，还不忘安抚俄罗斯，对其呢做出承诺。拜登表示，提供战机不会使得俄乌冲突升级，因为泽连斯基对自己承诺，乌克兰呢不会使用 F-16战机进入俄罗斯本土。拜登这句话能信吗？自然是不能相信的，这只不过是摆脱自己责任的措辞罢了。尽管拜登能够保证乌克兰不会使用 F-16战机进入俄罗斯的本土，但是却不能保证战斗机发射的导弹不会进入俄罗斯。此前的海马斯火箭炮就是个最直接的例子。那么俄罗斯会如何出手呢？个人猜测，或许还将是那招釜底抽薪的做法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分享精彩的评论。